式化。如果古代战争也有死亡补丁，那么公元前506年的吴楚白举之战，就是楚国800年国运遭遇的一次系统格式化。3万对20万，这在冷兵器时代不是奇迹，而是逻辑碾压。欢迎回到林良河战争史复盘。今天我们要拆解人类史上第一场黑客式的闪电战，看孙武与伍子胥如何利用一套跨时代的战争算法，强行关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防御系统。在复盘白举之战前，我们必须理解这场战争的底层驱动力——复仇。当时的楚国地大物博，方圆5000里，带甲100万。在世人眼中，这不仅是一个国家，更是一个无法被撼动的巨型系统。但这个系统内部腐败，逻辑冗余，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试图清理掉一个叫伍子胥的程序逻辑，却没能清理干净。伍子胥出身于楚国最高级别的系统架构师家族，他的祖辈父辈都在为这个系统的稳定运行贡献才智。但昏庸的楚平王在奸臣费无极的教唆下，不仅强占了原本属于太子的秦女，更为了掩盖这桩丑闻，启动了对伍家满门的物理删除。伍子胥眼睁睁看着父亲兄长被杀，他成了这个系统唯一的孤儿进城。逃亡的那一刻起，伍子胥就不再是一个人，他成了一行为了毁灭楚国而存在的恶意代码。他在昭关一夜白头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大脑在超负荷运算如何以一己之力撬动800年楚国的根基。伍子胥逃到了吴国，但他发现吴国只是一个位于系统边缘，甚至还没有接入主流文明的小插件。想要复仇，他需要一套更强的底层逻辑。于是他向吴王阖闾引荐了一个从未在江湖露面，却带着一部战争源码的天才孙武。孙武带来的《孙子兵法》本质上是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数字化革命。在孙武之前，战争是身势的搏击，是体能的对撞。大家约好时间、地点，像2台笨重的夯土机一样正面硬刚。但在孙武看来，战争是信息处理的速度赛，是心理博弈，更是诡道。他告诉吴王，我们要打的不是人，而是敌人的响应速度。只要让敌人的大脑跟不上我们的动作，这20万大军就只是一堆待删除的垃圾数据。孙武入吴后，首先做的不是扩军，而是系统优化。在著名的吴宫教战中，他用杀掉2名宠妃的极简方式，向全军输入了绝对的执行指令。吴国士兵不再是零散的个体，而是成为了孙武手中随时可以调用的精锐县城。与此同时，伍子胥开始了长达6年的内网渗透。他利用对楚国内部权力的深刻理解，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楚国边境。这在孙武的战法里叫行人而我不行，本质上是不断给楚国的防火墙发送垃圾请求。今天打楚国的东境，明天扰其西侧，让楚军在漫长的拉锯中陷入疲劳，产生逻辑混乱。这6年里，楚国的战略预警系统因为频繁的假警报而变得迟钝，而吴国却在通过实战不断进行系统纠错与版本升级。公元前506年，攻击正式发起，吴王阖闾、伍子胥、孙武率领3万精锐直指楚国核心。传统的吴楚战争通常是沿着长江进行的水陆并发。楚国在汉水一线布置了重兵，这相当于他们的主防火墙，也是他们防御逻辑中最稳固的一环。但孙武和伍子胥做了一个让全天下崩溃的决定：弃舟从陆。他们带着3万吴军精锐，抛弃了笨重的战船，从淮水流域登陆，像幽灵一样穿越了大别山。这在楚国看来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违反了当时战争的物理定律。吴军舍弃了所有的重型辎重，只带口粮，日行100里。
这种跨维度穿插，直接绕过了楚国最坚硬的汉水防线，出现在了楚国的罗冀腹地。当楚国人发现吴军已经在自己身后时，他们的整个防御逻辑崩溃了。楚军统帅囊瓦慌了，这位靠贪污和裙带关系上位的管理员，根本没有处理这种大规模异常入侵的经验。他手握20万大军，却被3万吴军耍得团团转。在白举这个关键节点，孙武的操作极度冷酷且精确。他并不急于决战，而是先通过牵制性打击，迫使楚军在复杂的地形中反复移动。楚军的20万大军虽然庞大，但其通讯效率极低，这导致指令从主帅传到末端需要巨大的时间延迟。这种延迟就是孙武的机会。决战当日，孙武让吴王阖闾的弟弟夫盖带兵先行冲击楚国的中军。夫盖是个不要命的变量，他的突袭让楚军陷入了短暂的盲动。紧接着，孙武下达了总攻指令，全军不求合围，只求点撞穿透。吴军像冷酷的处理器，每一次撞击都精确计算在楚军最虚弱的链接处。20万楚军在被切碎的那一刻，系统全面崩溃。囊瓦第一个断开连接逃跑了，主帅一撤，整个楚军系统瞬间发生级联故障。这种崩溃是从底层士兵到高级将领的整体丧志。击溃白举的楚军主力后，孙武并没有给系统任何重启的机会，他开启了疯狂的高速迭代模式，追击、追击、再追击。从白举到清发水，从清发水到雍氏，吴军像是一道不可阻挡的电流，每一次追上楚军就是一次无情的清场。不到10天时间，吴军就完成了2000里的闪电奔袭，杀进了楚国都城郢都。楚昭王弃城而逃，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。一个传承800年的超级大国，竟然在10天内被格式化了。伍子胥走进郢都的那一刻，他没有看一眼满城的金银财宝，也没有理会权力的交接，他直奔楚平王的陵墓。复仇的最后一环是一个血淋淋的仪式，他挖出了楚平王的尸体，长鞭挥动，整整300下。这不仅是发泄，这是伍子胥对那个曾经毁灭他生活的旧系统进行的物理拆除。那一刻，楚国的自尊、等级、文化随着那300鞭彻底碎裂。白举之战结束了，但他给历史留下的震动才刚刚开始。虽然吴国最终因为内部权力斗争以及秦国介入而被迫撤军，没能彻底吞并楚国，但这场战争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化轨迹。它第一次证明了，在战争这个博弈场上，规模不代表力量，速度与信息才是王道。孙武回到了山林，留下了《孙子兵法》这部永恒的源码，而伍子胥这位复仇的病毒，最终也因为逻辑过于刚烈，无法融入和平年代的系统，被继任的吴王夫差赐死，投入江中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我们复盘白举之战，看到的不仅仅是杀戮，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智慧。在任何时代，如果你无法升级自己的思维系统，那么你引以为傲的城墙，在降维打击面前，不过是一层脆弱的白纸。这就是今天的凌凉河战争史复盘。白起的冷酷是效率，孙武的冷酷是逻辑。在面对人生的巨大挑战时，你是选择死磕人海战术，还是寻找那套改写命运的算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